我重生了，重生在我儿子顾明轩要娶青楼女子柳芊芊进门当日。前世，顾培和柳芊芊勾搭成奸，诛胎案件，还给我哥哥镇北侯的权势。顾培不敢拿柳芊芊进门，故而设计把柳芊芊和野种塞给了顾明轩。被我撞破真相后，顾培和柳芊芊欲将我灭口，我拼死逃出，将此事告诉了儿子顾明轩，却不想绝不会让你再伤害我的芊芊和她腹中的胎儿，竟被他亲手杀死。你该死！老天有眼，竟让我活着回来了。母亲，你莫要再装聋作哑。不瞒您说，芊芊现在也怀有身孕，不管你是否反对，我也一定要娶芊芊为正妻。前世柳芊芊是进门2个月后才说出怀孕的事，顾明轩现在怎么会知道？他已重生了。柳芊芊本是青楼女子，嫁进侯府做正妻，岂不贻笑大方？哎，韩君，你又何必如此在意身份？这芊芊虽为青楼女子，但只卖艺不卖身，又和明轩真心相爱，又怀了明轩的孩子。只要做个身份，让芊芊成为商户女，再让明轩娶她为妻，也无不可呀。母亲，我是绝对不允许我侯府的血脉，我的孩子流落在外。柳芊芊怀的确实是侯府血脉，但却是你父亲的血脉。明轩，你可知聘者为妻，分者为妾？你与他婚前无美苟合，若是想进府里，只能为妾。苏寒君，你懂什么是真爱吗？我与芊芊一往情深，这辈子只认芊芊一个妻子。今天若是不答应的话，下个月的科考我就不去了。苏寒君最在意我情谊之事，拿科考威胁，他必会答应我与芊芊的婚事。前世我坚定拒绝柳芊芊进门，却被顾明轩父子记恨。这次没有我怎么？我倒问，他们之间的爱情究竟有多少分？明轩，母亲不是迂腐之人，更没有门第之见。之前阻止你和芊芊，是怕你年轻，心性未定。现如今，你非他不娶，那3日后，你们便成婚吧。怎么回事？前世他不是死活不同意我和芊芊的婚事，怎么答应的如此爽快？多谢母亲成全。韩君啊，我就知道你呀最明事理。明轩，芊芊还怀着身孕呢，还不快扶芊芊起来！芍药，将我嫁妆里的绿翠冠拿过来，为我儿新婚之日用。我大婚之日，不应该是金冠吗？要想生活如意，头上必须戴绿。知道什么？儿啊，这绿冠寓意好。感谢母亲，这绿冠一定价值不菲，我定会好好带着。顾明轩，我竟生出你这么个蠢物！上辈子我苦口婆心劝你，却被你认定过一条。这辈子，你所谓的爱情，就是我刺下来的尖刀。没想到苏寒娟这个老女人竟然就这么答应了这场婚事。本来以为她会阻止我嫁给顾明轩，正好给她安个刻薄的名声，如今看来怕是不行了。芊芊，你别急嘛，待我儿大婚之日，我定让声名狼藉，届时这管家之权掌握在你手中了。那正好，她的这些嫁妆也都是我的了。夫人，二少爷求见。
母亲，母亲，我来晚了。母亲，母亲，前世我遭丈夫背叛，被亲子杀死，只有千帆这个不受重视的庶子为我背痛。母亲，快起来！母亲，儿子这次来是想告诉您，儿子看见父亲和大嫂。前世千帆来告诉我这些事，我不仅不信，还斥责他。如今想来，真是悔不当初。母亲，儿子说的都是真的。那天晚上我……母亲自然是信你，你可愿助母亲一臂之力？你去安排2个丫鬟。听说夫人要在婚礼上给大少夫人一个镯子作为天头，想来就是你手上的极品紫玉镯吧？你说错了，这是夫人要送给娘家侄女的吉吉礼。你手上那块路边随处可见的普通镯子，才是给大夫人的天头。该死的老女人，你竟然敢羞辱我！在婚礼上，一定让你付出代价。好，一个。夫人，大少爷已经派人来请了3次了，新人在等着拜高堂呢。传话下去，若是不愿意等，就别拜高堂。我知婆母看不上我，还未成亲前就言语羞辱我，说我小门小户，难登大雅之堂。如今大婚之日，竟给我下马威，不让我与明轩成婚。如此羞辱，我不如死了算了。我重活一次，就是为了让芊芊幸福。今日大婚，我必须给她一个完整的婚礼。母亲向来这样，从来不喜地位比她低的人。芊芊虽然出身商贾，但也是清白人家，怎能如此羞辱？这韩君门第之见实在太深，又向来任性。芊芊，是我侯府对不起。这外面总说侯夫人心善恭俭，没想到啊，竟是如此捧高踩低之人。传言不可多信，自己亲儿子都这么说了，还能有假？可怜这心腹啊，弱智芊芊，在大婚之日竟受如此折腾，这往后的日子该怎么办呀？既然做母亲的不辞，就别怪我们做儿女的不等她了。今日，我与芊芊就在诸位的见证下拜堂成亲。我若不在，你们拜的是哪门子高堂？这侯夫人怎么穿成这样就出来了？这心腹所说没错，这侯夫人非常厌恶他。母亲，我知道你不喜芊芊，但今日乃是我大婚之日，你怎能让我如此难堪却迟迟不来，还给芊芊下马威？芊芊现在已经是我的妻子，你今天必须接纳她。既然你已经认定了她，我又有何不？我又不是那种棒打鸳鸯的恶人。哼，你口口声声说接纳，可你穿得如此不修边幅，还不过夜？看吧。父亲，您误会母亲了。您有所不知，母亲近日为大哥的婚事筹谋，不眠不休，累得大病不起。千帆，别说了，我偏要说。今日婚礼，母亲本说告病不来，可大哥非3催4请，非逼着母亲拖着病体前来。竟是病了，那做儿子的非要来请，竟为了媳妇，连母亲的死活都不顾，真是个毫无孝道的玩意儿了。少爷是苏汉君，根本就没有病，一定是为了折辱芊芊这个东西。是我不忠，竟在此时并起不了身。你少在这放屁，你根本就没病。可怜天下父母心呐，这侯夫人真是不易啊。要是这儿子和儿媳不懂规矩就罢了，连基本的孝悌都没有。原本不想在大婚之时沾上这种污秽之事，奈何明轩这般赤诚邀请，我这个做母亲也不能辜负他的好意，又怕耽误了吉时，就草草收拾。愿诸位原谅妾身失礼。
原本今日不出席，亲赴礼物，等明日你敬茶再给你。方才之事太过着急，我就没有拿过来，我便将这个送给你。你手上那块路边随处可见的普通镯子，才是给大夫人的天头。婆母，我乃是明媒正娶，你怎可随便从路边找一个普通的镯子赠予我？恕我粗手粗脚，不服相受。唉，这镯子竟就这么被你摔碎了，这可是顾家的传家宝，这可是顾家的传家宝。这种普通料子的镯子，怎么可能会是传家宝？母亲，你就算再不洗我，也不能往我头上泼脏水啊！这镯子面料的确普通，但确实是侯府的传家宝，只传给诞下嫡子的长媳，意义非凡。你若是瞧不上，也不该这般粗心大意。母亲，你何苦栽赃于我？咱们侯府家大业大，怎么会用普通镯子当做传家宝？如果不认可我，大可不必给我，何苦这样羞辱我？切！你说什么？我让你给芊芊道歉。让母亲给儿媳道歉？顾明轩，你读的书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吗？我只知道，如果没有保护自己心爱的人，就白活了这一世。好，好，好，我生了一个好儿子。你的爱情大过天，大过礼义孝悌，那都是你逼的。如果你不给芊芊下马威，又怎会如此？那你想怎样？我知母亲给娘家侄女准备的吉吉礼是一个极品紫玉镯，不如将此物送我，当作赔罪，如何？这侯府大公子啊，当真是无人可取了，竟找了个如此上不得台面的女子做妻。这儿子逼着母亲给媳妇道歉，真是好教养啊！以后这永安侯府就是圣经最大的笑话呀！够了，这镯子乃开国皇后青瓷，乃御赐之物，免死金牌铜效，休要多言，让人耻笑。怎么可能？这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我怎么不知道？你怎么会知道？前世这个镯子可是被你父亲偷偷拿走，为博美人一笑，在你的新婚之夜送给柳芊芊了。明轩，还不跪下，给你娘磕头认错！爹，明轩，今日不跪下，难道等日后穿出你不孝不悌的名声，从此前程尽毁，你才满意吗？跪下！母亲，儿子知错了。也罢，芊芊和明轩也不是故意的。起来吧。认错有什么用？今日之后，你夫妻二人不孝不悌的荒唐之物就会传遍天下。安君，你能如此识大体，实在是不易。芊芊，还不快上来，给你婆母敬茶谢罪。是。伯母请用茶。芊芊，日后嫁入侯府，我们就是一家人。像这种当众打碎御赐之物之事，必不能再犯，否则别人会觉得你不懂规矩。等日后进府了，我会好好教你规矩。
是，这杯茶这么烫，若是泼在脸上，那脸怕是要毁。这心腹的肚子难道是有了？尚未成婚就珠胎暗结，这成何体统啊！就是啊，芊芊腹中就是我的孩子，你们要谁再敢智慧，就是与永安侯府为敌。柳芊芊怀的绝无可能是你的子嗣，因为你天生有绝嗣之症。母亲，你发什么疯？竟然说我有绝嗣！我没听错吧？这侯夫人刚才说大公子有绝嗣之症。若大公子当真天生绝嗣，那这心腹的肚子里是谁的孩子啊？当年我怀你的时候，你父亲酒后强暴了我的陪嫁侍女，我悲怒坚强，以致早产，害得你先天有恙，终其一生死无望。这永安侯一向被称作爱妻情深，真没想到竟也是个好色之人。韩君，当年不过是我酒后一时糊涂，这种事你何必注定？侯爷，我也不想提此事，我也想维护你和明轩的体面。可她柳芊芊本来就是青楼女子，你们为了让她嫁入侯府，为她伪造商户身份，我都已经忍了。千不该万不该，怀着不知道是谁的野种嫁入侯府，混淆侯府的血脉。本以为这商户女嫁入侯府已是天大的笑话，没想到竟是青楼妓子。丈夫和儿子给青楼女伪造身份，强逼嫁给嫡长子为妻。我要是侯夫人，我也受不了这个气。芊芊是清官之人，她没有跟过别人，只跟过我。母亲，就算你不喜欢芊芊的出身，也不能拿绝嗣这种事出来造谣吧？是不是谣言？让大夫查查，不就知道了吗？母亲，我知道你不喜我，可你不能诬陷我腹中孩儿不是明轩的，这样污蔑我的清白。你是说，我拿我儿绝嗣的事情毁了你的名声吗？我只有这一个儿子，要不是你自身不洁，我又怎么会当众揭露他的短？八爷岂能乱说？看来这侯夫人所言非虚啊！夫君，你要相信我呀！母亲，不管怎么样，我都相信芊芊是清白的。你可以不信我，那也要相信大夫的话。母亲，这府中的大夫都是你的人，上下都是一条舌头，都以你马首是瞻，他们说的话，自然不可相信。韩君，明轩所言也不是不无道理。是啊，母亲，母亲娘家是镇北侯府，哥哥又是护国公，权大势大，就算把所有大夫请来，这全盛京的大夫，没有谁敢得罪您的。是，这府内的医生不行，府外的也不行。哼，你们到底想要干什么？母亲莫急，别的大夫能被收买，太医可不能。儿子今日见母亲可喜，特意请了太医来给母亲看病，正好可以给大哥看看是不是绝嗣，当下就可辨认。大哥，你这般踌躇，难道的确如母亲所说，你患有绝嗣之症？胡说八道什么？要验就验！回禀侯夫人，
大公子确实身患绝嗣之症。侯夫人说的竟是真的，这大公子他生不了孩子。那这心腹腹中之子是谁的呀？柳芊芊，你怀着来历不明的孩子嫁入侯府，蓄意混淆侯府血脉，该当何罪？不是这样的，夫君，不是这样的！贱妇，你竟敢背叛我！你听我解释。说，肚子里的孽种到底是谁的？哎呀，儿子生不了啊，还不是绝户呢。哎呀，这孩子是……够了！我儿确实天生绝嗣，真生不了啊！这也太惨了。哎，这可不一样啊！但本侯啊，曾在云游的神医那里得到一味草药，使用过后，可让我儿短暂的恢复生育能力。父亲，你说的可是我与芊芊同房那天，你喂我的那颗中草药？此事其实本不算是，但事已至此，不得不说了。顾培，你为了护住自己和柳芊芊的孩子，真是什么鬼话都编得出来。夫君，妾对你一往情深，说见你必对你一见倾心，还把女儿家最重要的清白之身都给了你，夫君。我肚子里的孩子就是你的呀！一个青楼女子也敢说清白，真是笑话。今日的事都是误会，明轩，你不会怪我的，对吧？毕竟母亲也是为了侯府的名声着想。自然不会。时候不早了，送新娘子入洞房吧。啊，没错。今日芊芊也累了，让回去休息吧。我的蠢儿子，母亲还有份大礼送，希望你受用自如。侯爷，你终于来了，让奴家好等啊！我撞破你们二人在婚房通奸，却被你们泼脏水，说我擅妒撒谎。这次我就让你们快活个够！侯爷，今日未能夺得掌家之权，还让奴家声名狼藉，让奴家今后在京中可怎么立足啊？都怪苏寒君。当年我不过是酒后睡了他的贴身婢女，他就气得早产。还有他那个镇北侯的哥哥，气得我下跪立誓，终生不得纳妾，所以这才无法将你。那奴家何时才能获得掌家之权？何时才能正大光明的站在侯爷身边呀？这当妾啊，哪有比正妻好啊？等以后我们的孩子继承了这侯府，这荣华富贵都是你们的，又何必急着一时半会儿？那侯爷，你可要轻点儿，毕竟奴家肚子里还怀着您的孩子呢。来，继续。喝一点。不喝了，我要去找芊芊。侯夫人，你儿子这可是要娶个青楼妓女，这你也能忍？芊芊虽然家世不好，但毕竟是我儿的心上人，门第之见又算得了什么呢？
可是这柳芊芊毕竟未婚先孕啊，就算如侯爷所说，大公子能靠丹药暂时恢复生育能力，也不见得这孩子一定是大公子啊。告诉你们，说过芊芊腹中是我的孩儿，我父亲也是这么说的。要是谁再敢乱说，以永安侯府为题。这孩子喝醉了，怎么跟长辈说话？说起父亲，父亲人呢？父亲说，芊芊动了胎气，所以去找大夫看看他。芊芊动了胎气啊，正好，那我们也去看看吧。不然呢，又说我这个当婆母的狠心呢。那我们也去闹闹洞房吧，说不定还能冲洗掉晦气，心腹自然就好了。走，一起。侯爷，你慢点，肚子里面还怀着你的骨肉呢。小东西，这轻点儿，能满足你吗？啥动静啊？父。韩君，侯爷，今日是明轩大喜之日，你竟与柳芊芊做出这种有损门楣的事，这事情并非你所想的样子。大家都看到了，你与柳芊芊暗通款曲，偷偷私会，你还不肯承认吗？母亲，我跟父亲之间什么都没有，我问心无愧。你个不守妇道的贱人，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说话？真没想到，传闻中爱妻如命的永安侯，竟和他自己的儿媳有一腿。哎呀呀，如此说来，这柳芊芊都同时勾搭了永安侯父子俩。此事如果传遍京中，永安侯府的脸都丢尽了。明轩，我之前就告诉过你，柳芊芊在嫁给你之前就与你爹有私情，你不信，现在你总该信了吧？上一世，父亲和我说，芊芊和父亲早有勾结，难道是真的？说，什么时候搞到一块去了？院长，本侯刚都说了，这一切都是我和芊芊什么都没有，一片清白。夫君，我知道你生我的气，可是你再生气，也不能不要我腹中的孩子呀。谁知道你腹中的孩儿到底是谁的？柳芊芊，你一片痴情，方无字的忤逆我的母亲，你却与我父亲同款曲，背叛于我。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。与你缘分已尽，休了你这个荡妇！夫君，我清白之身便跟了你，我还为你怀了身孕，我初见你便爱慕不已，对你一片痴情。你为何不信我？众目睽睽之下，你和父亲，你让我如何信你？我原本不想说的，可是事到如今，我不得不说了。都是他诬陷我，是他给我下药，他使我神志不清，才导致我跟父亲被误会。我家小姐说的都是真的，都是侯夫人，她给小姐喝的爱神茶有问题，而且那茶侯爷也喝了。哎，这本侯刚刚不是回房间了吗？怎会在此？韩君啊，本侯刚刚都想问你，你究竟给本侯喝了什么？
本侯怎么会走错房间的呢？早听闻侯夫人厌恶心腹，莫非说不定这一切都是侯夫人自导自演？侯爷是想将这一切栽赃在我身上吗？韩君，我知道你不喜欢千金的出身，这手段偏激点儿也是可以理解的。你应该知道，一个女子的清白比性命都重要。竟然为了一己私欲，陷害芊芊。顾明轩，你个蠢货！母亲，我知道你气我，但是你为何辱骂我夫君啊？在做女人的人生，芊芊是我的结发妻子，你竟然当着这么多人面前诬陷我，我要让你给芊芊道歉！我要让你给芊芊道歉！哼，我从小请名师教导，不曾想却将你教成这种不明是非、不辨真假、眼蒙心瞎的废物。够了！我最爱的女人就是芊芊，芊芊是不可能背叛我的，反倒是你，一定是你栽赃陷害。父亲怎么会娶你这种恶毒的女人？顾明轩，我真是没想到，事到如今你还在自欺欺人。我没有。今日你陷害父亲与芊芊，不知是为何用意。但是父亲与芊芊绝对不可能背叛我。顾明轩，你是不相信他二人狗，还是不敢承认自己两世眼瞎心盲？夫君，我知母亲不喜我，今日设此恶毒的局面去陷害我，今日官里之人这么多，奴家还有何颜面活在这世上？芊芊，我相信你还不成吗？千万不要哭，怀着孕，大哭伤身呢。夫君，我如今已经声名狼藉，与其这样受辱的活着，平白误了你的生命，我还不如去死。芊芊，我不在乎这些声誉，我只要你。让我去死！让我去死！够了！既然你们郎情妾意，那我就成全了你们这对璧人。轩儿，带着你的娇妻出府吧。日后你们与侯府生死一论。上辈子苏寒居诸多妥协，这辈子他竟然狠心让我这个独子搬出去。哎，韩君，这误会不是已经解释通了吗？这再说了，我跟芊芊并未打算追究于你，你又何必赶尽杀绝呢？侯爷，我并非是追究此事，我之所以如此，是为了平息流言。平息流言？不论侯爷你和柳芊芊是否早有私情，但是今日侯爷你和柳芊芊在婚房衣衫不整之事已成事实。若是还将柳芊芊留在府中，瓜田李下，流言不绝，侯爷是连自己的仕途都不想要了吗？可是这芊芊毕竟怀了我侯府的骨肉啊。府外远离人际，更适合芊芊养胎，妾身自会找大夫照看着。侯爷别忘了，陛下最是厌恶私德有亏的场。若是侯爷不想自己仕途尽毁，还是暂时不要把芊芊留在府中的好。还是夫人想的周到。这既如此，还是将他二人。父亲母亲，我是你们唯一的亲儿子呀！你们怎么能将我从府中驱逐出去？我并没有驱赶你的意思。若是你能将柳芊芊休息，
我会带着芊芊出府别居，但愿到时候你别求着我回来。来人，将少爷和夫人送出府。不必了，自己会走。顾明轩，我倒是要看看你和柳芊芊的爱情经不经得起这侯府外的风霜雨雪。汉君呀，这时隔半个月，你终于起箫，愿意见明轩跟芊芊了。侯爷，我想明白了，大婚之日之事定是误会。明轩言辞过激，的确令我伤心，但他毕竟是我儿子，母子哪有隔夜仇啊？你能想通就好。萱儿，还不快进来拜见你的母亲！父亲，母亲。母亲，我与芊芊已经在外有些时日了，能不能回府了呀？汉君，这明轩跟芊芊搬出府有些时了，既然婚礼上的事你都想通了，不如让他们搬回府吧。苏寒君果然还是舍不得我这个唯一的儿子。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难道母亲还在记恨芊芊吗？侯爷，我自己的儿子我也心疼，但是区半个月不足以平息离异。妾身这也是为了侯爷的仕途着想。侯爷放心，我已经想好应对之策。待我从镇北侯府提亲回来，镇北侯府和永安侯府结亲的消息定会成为京中美谈，日后便不会有人记得明轩大婚之日的消息了。提亲？柔则是我的亲侄女，镇北侯的独女，我挑中做儿媳妇。母亲啊，我这才拒绝镇北侯了，你又何必再去呢？这更何况我现在已经有芊芊了，那让表妹当妾，是不是有点委屈她了？你有几个胆子，敢让镇北侯府的女儿给你做妾？我打算让千帆与柔则一亲。你说什么？你竟然让一个通房丫鬟生的卑贱庶子去娶镇北侯的女儿？这可是镇北侯的女儿，她如何配得上？顾千帆，下一届的探花郎，他离成功只差一个显赫的身世，比起眼前这个考上了状元就不知天高地厚的蠢货，他更该当你的儿子。顾千帆也是我从小教养长大，是正经清白的侯府血脉，他有何不配？他就是不配！一个卑贱庶子，凭什么娶得比我好？我不同意！哼，退婚当日，你可是说把柔则当成亲表妹看待，你现在又有什么立场不同意？夫君，如果你觉得我跟孩子挨着你的路，那妾身可以带着孩子离开，绝对不会妨碍夫君的。我没有。哎呀，你别胡思乱想了啊！既无私心，那这件事就这么定了吧。哎，柔则毕竟曾经是明轩的未婚妻，如此一来，这是不妥呀。有何不妥？柔则被明轩退妻，嫁不得如意郎君，我这个当姑姑的生下孽子，闯出大祸，我定得为柔则做好打算。侯爷，若是叫柔则婚事不顺，镇北侯府定会迁怒于我们永安侯。我想，这不是侯爷想看的。不想。侯爷，如今明轩已经成家立业，侯府只有他和千帆两个男人，我自然要为侯府的将来做打算。若是千帆将来有出息，日后不仅能够与明轩相互扶持，还能
在仕途上对侯爷有助，不是吗？可千帆摸又是庶子，这怎么能配得上柔泽呢？这对呀，才智疏浅又如何？以我侯府的财力，请遍名师，肯定是能教会。我听闻姜太傅是今年的致仕，我打算让他跟千帆讲课。3个月后的科考，千帆定能高中。这凭什么？我的老师才只是国子监祭酒，你凭什么让太傅为他授课？母亲，你为何如此不公？你是我的儿子，是侯府的嫡子，出生已是不公，为何要与千帆相争呢？母亲也知道我是侯府嫡子，那你为什么要让一个卑贱庶子踩在我的头上？他的老师为什么会比我好？整个圣境，谁人不知你的正妻是一个青楼女子？到时候文人清流都避你而不及，你还管老师的地位高低做什么？可是够了！你母亲说的言之有理，我侯府毕竟只有你跟千帆2个男人，这比起嫡庶出身，我们一家人同气连枝才是正道。就不要闹了。父亲，连你，难道在你的眼里，连你也觉得我比不过那个卑贱庶子是吗？顾明轩，从前我将最好的一切捧到你面前，你嗤之以鼻，不愿接受。如今稍微分一点给旁人，你就这般激动。可接下来这样的事可多着。既然你们觉得我不如顾千帆，那你们扶他当做嫡子，与你们亲缘断绝不就行了？混账！千帆若是能娶柔泽，咱们侯府也好光耀门楣。届时，咱们侯府枝繁叶茂，硕果累累，难道不好吗？识大体的东西！哎呀，侯爷你消消气，这明轩年纪小，尚不懂这些弊端，还需要我们这些做长辈的多多操持。不过明轩的话，刚才倒是提醒你，侯爷，千帆庶出的身份确实低了些，不如将他记在我的名下做嫡子，再去镇北侯府提亲。到时候镇北侯府也能看到我们顾家的诚意。高门贵礼，若是庶出的儿女有出息，记在嫡母名下提身份的事情倒是不少见。侯爷放心，我不会因为千帆不是我所生的，就对他心生不满。你如此，就按夫人说的办。哎呀，韩君呀，你不愧是世家出身的女儿，这格局就是大，难为你操心了。韩君，这次去镇北侯府提亲，一定多多拉几只侯女，好替我向大舅哥赔罪才是。自然，侯爷放心吧。来人，将侯爷私库打开，侯爷要带我去搬后母。怎么还懂私库呢？侯爷这是不愿吗？侯府本就入不敷出，你又让我去搬后路，难道是让我拿那些嫁妆再回娘家？不是那意思。顾明轩，好戏还在后头，我曾为你铺就的基地，终将成为跌落的高塔。母亲，温简恭善，柔泽会喜欢你。放开！你放开我！我只是随母亲去拜见外祖，你能不能不要胡思乱想？我胡思乱想？既然是去拜见外祖，那为什么不能把我带上？我身为外孙媳妇儿，也想见见母亲的娘家人。外祖家门槛甚高，你也不看看你自己什么身份，青楼出身，上不了台面。哎，你如何有资格去镇北侯府拜见啊？别闹了！当
初可是你自己退了那高门贵女的婚，你如今反而嫌弃起我的身世来了。我只不过是实话实说罢了，不要在这里无理取闹啊！你以前都是温柔小意，怎么现在变得如此泼妇？从前你是永安侯府嫡子，不要给孩子上户籍，自然对你温柔小意。如今你都被赶出来了，算什么可是？我不管，我就是要去。你如果今天不带上我，我就跟孩子死给你看！我去镇北侯府是让舅舅去提携我的，你去了只会让舅舅更加厌烦。难道你想看到这未来几年，我就还只是个6品芝麻官吗？苏寒君必定是在等我，能在这北王面前露脸的良机，他怎么会忘了我这个亲儿子？母亲是在等我吗？那个，母亲快带我去见舅舅，让舅舅好好提携提携我。这芊芊出身卑微，没见过什么世面，还请母亲就不要取笑她了。我是在笑你。母亲此话，这大白天你就开始做梦了？你得罪了你舅舅，我此去赔礼，人家接不接受还不知道，凭什么提携你？那他呢？他连你儿子都不是。千帆是人家未来的女婿，人家要提携也是提携未来女婿，凭什么管你这个退了人家女儿婚约的不孝外甥？既然镇北侯都不打算提携我，那母亲去这一趟还做什么？你难道还不明白吗？你可以不要你的世子，但我不能不要我的娘家。母亲，没有镇北侯的提携又如何？一个人一样能闯出一番事业。只为新科状元，我彻底踩在脚下。我竟在摄政王的手上过了一招，摄政王的文韬武略竟是天下第一，我能过一招也知足了。你说咱们摄政王文武双全，位高权重，生得也俊，怎么都38了还不成婚呢？我听说咱们摄政王的心上人嫁人了。王爷，好消息！好消息！永安侯夫人要和离了，已经回娘家了。什么？韩君要和离了？我们安插在京东的暗探刚传回来的消息，永安侯夫人那个苏大小姐带着无数金银细软，刚从永安侯府离开。太好了！来人，备马！王爷这是要去哪里啊？当年我担心自己在战场厮杀有个万一，本想等到凯旋回来之后再与韩君成婚，却不想便宜了永安侯那个捷足先登的小人。这一次，我绝不会再错过他。下！千帆前世可是探花郎，若论容色，自然是胜过顾明轩的。罗子，你带千帆在府内转转，我跟你姑姑有话要说。是，随我来吧。哥，你看这2个孩子站在一起如何？如何？这顾千帆长得好生俊朗啊！这回啊，可算是入他眼了。既如此，那婚事……可是这孩子的出身，实在是……柔泽是我的亲侄女，我又怎么会委屈她呢？大哥放心，我已经将千帆记在名下做嫡子，且向陛下请旨，封她为永安侯府的世子。宫中的圣旨应该马上就到永安侯府。顾明轩，可是你亲儿子，你舍得吗？顾明轩为了柳芊芊，对我这个亲娘口出恶言，并且一意孤行离开永安侯府。既如此，我也没必要将心思放在他身上。你话已如此，我还有何担心呢？千帆的生母是你当年的贴身丫鬟，
也是与你我兄妹一起长大的。届时顾培那厮强要了他才会。罢了，往事不提。既然你心无芥蒂，千帆又是个性情纯良的好孩子，这婚事啊，我自然是乐见其成。多谢大哥成全。上一世，我用父亲的军功给顾明轩换了一个五品官，这辈子我绝不会如此愚蠢。说来当年，你与摄政王谢绝，本也是天赐良缘。但我硬要你下嫁给永安侯，韩君，你可怪我。妹妹，别绣了，你与谢绝的亲事作罢，明日你就嫁给永安侯。当年哥哥封侯，我们苏家已经是功高震主，谢绝身世显赫，若我再高嫁于他，便免不了引起皇帝的猜忌，成为众矢之的。哥哥你放心。韩君，此事是苏家对不住你，后院有人在等你，这次哥哥是你的靠山。阁下，每看你多一眼，我却甘愿用生命铸剑。黑暗吞噬不了所有希望，眺望那彼岸的光。就算遍体鳞伤，无尽风冷，庆幸有你在身旁。韩君，这是你送我的香囊，我一直贴身带着。我知道你现在过得很不开心，可顾培和你吗？我去。你如今已是摄政王，何必执着于我？我在边关听到你儿子新婚之夜，顾培和你儿媳的丑事之后，我就立马赶回来了。我当时高兴了一晚上没有睡着。我又听说你儿子当众忤逆你，你与他断亲，又是一晚上没睡着。我又听说你儿媳怀的是顾培的孩子之后，更是高兴的一晚上没睡。摄政王是以我的痛苦为乐。韩君妹妹，你怎么能如此想我？我高兴是因为我深知你顾培父子二人那般对你，一定不会原谅他们的。韩君，你与他和离吧，早日脱离苦寒，岂非好事？你怎么知道柳芊芊怀的是顾培的孩子？是我留在京中的眼线。谢绝，你监视我！韩君，韩君，你听我解释，我只是……当年你嫁给顾培之后，我伤心之下远走边关，可我心里始终放不下你，所以才让人时不时关注着你的消息。这只不过是了解相思罢了。韩君，你别生气了好不好？我早就知道你跟顾培并非两位，但没有想到他居然敢去青楼下妓，更没有想到的是，他竟然敢把怀了自己孩子的相好嫁给他自己的儿子，简直就是个猪狗不如的畜生！摄政王手眼通天，真叫人不得不服。韩君，你打算何时与顾培和离？我可助你。和离？不，我不会与顾培和离的。他顾培不是个好东西，他……我为什么要和离？
我自己机智女就嫁给顾北，为永安侯府倾尽一切。永安侯府的一砖一瓦、一草一木，都是我的心血。该离开的是顾培和顾明轩那对恶心的父子，我为什么要离开？所以，你对顾培已经没有感情了，对不对？等永安侯死后，你可愿再嫁？不愿意。韩君，与其待嫁闺中，不如做一个丈夫早逝的永安侯府老夫人。那你可愿招赘？你疯了！韩君，你不愿招赘，我做爱是亦可。韩君，韩君！听说今日宣旨的是摄政王，陛下为何如此看重这份旨意？前世今日就是我被封为永安侯世子的日子，但宣旨的就是宫中的宣旨太监。这一世竟是摄政王亲自宣旨，定是此前母亲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知道伤了我的心，特意求来补偿我，让摄政王过来下旨立我为世子，来抬高我的身份。夫君，母亲前些日子说与你断亲，真的会请封你为世子吗？万一没有万一，这苏寒君就我一个儿子，不封我能封谁呀？更何况，如果不是为了封我为世子，今日又何必眼巴巴请我来呢？永安侯府接旨。马上我就是永安侯府世子了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今有永安侯府嫡长子顾千帆，恭敬孝谦，人品端方，特封其为永安侯世子，钦此。怎么还不接旨吗？谢陛下隆恩。摄政王大驾面前岂容你放肆，还不快谢恩！这圣旨一定是下错了，我才是永安侯府的嫡长子，陛下怎么可能会让顾千帆这个贱种继承侯府爵位？你为了和柳芊芊在一起，已经与侯府断亲，便不再是侯府之子。为了侯府的子嗣着想，我已将千帆记在我名下。如今千帆是永安侯府的世子，也是侯府唯一的公子。苏寒君，我才是你的亲生儿子，你竟然将爵位给了顾千帆这个贱种！你简直就是个毒妇！大胆！摄政王殿下息怒，对生母出言不逊，不孝不弟的东西！你要是再敢出言不逊，我斩了你！母亲，明轩可是你的亲儿子，你真的不要他了吗？来人，将柳芊芊和顾明轩送出去。我送他们出去。顾世子，接旨吧。春闱将至，听闻你也要参加考试，可有名师授课啊？回禀摄政王，晚辈暂未拜师，这些年皆是母亲在指导我学业之事。既如此，那你拜本王为师如何？本王给你授课。母亲，这有道是术业有专攻，摄政王是武将，不适合与千帆授课。日后我会再找名师去教千帆。摄政王公务繁忙，就不劳烦你。韩君，韩君，
韩君，当年我也是状元之才，为何不能给他授课？谢君，你很闲吗？你现在可是摄政王，哪有时间教学生？和韩君相关的事，我总会有事情的。我已经找姜太傅为千帆授课，摄政王少操点心。江无忧那个老匹夫，可不是谁都教的。韩君，柔泽，嫁进来可有什么不惯的？母亲事事周到，千帆也很体贴，儿媳只觉得处处都好。以后你们夫妻一体，定要和美互助。母亲放心，我定会好好对待柔泽，不会叫她受半点委屈。好，好，马上就要春闱了，明日我就带千帆去见姜太傅，让姜太傅收你做弟子。多谢母亲。好好学，给母亲和柔泽争个好前程。儿子定不会负了母亲所望。为什么我什么都写不出来？秦氏就是苏寒君找姜太傅为我授课，考前为我押题了所有的题目，我这才高中状元。只要我让姜太傅重新收我为弟子，我有什么好怕的？苏寒君，你抛弃你的儿子，去扶持顾千帆那个草包，我一定会让你后悔的。站住！我已经说了很多遍了，姜太傅不想见到你们。不可能，姜太傅见了我的文章，怎么可能不想见我？上次姜太傅就是觉得我文采出众，才愿意帮我押题，祝我高中状元。你这小厮怎么回事？莫不是你偷懒，没有将我夫君的文章传达吧？文章我给了，太傅看不上，连礼数都不懂，真是晦气。每天想要给太傅看文章的弟子多如过江之鲫，你当真自己是文曲星下凡，随随便便得到太傅青睐不成？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！行，你今天要是不让我进去，我就坐在这里不走了。真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人。我告诉你，快放我们进去！我可是怀有身孕的人，我要是磕着碰着了，你吃罪得起吗？你干什么？你这个疯妇！你如果今天不让我夫君见姜太傅，阻挡我夫君的青云之路，我告诉你，要命！啊！要了谁的命啊？拜见姜太傅。你的文章我看了，匠气太重，利欲熏心，你不适合做我的徒弟。怎么可能？你怎么会不中意我的文采呢？你的文采平平，并无可取之处。最重要的是，你和你这位夫人的所作所为，我也有所耳闻。我是不会收你这不孝不悌之人为徒的。哎呦！你如果今日不收我夫君为徒，我就要告诉整个圣京，姜太傅纵奴行凶，指使家丁殴打孕妇。哎呦，我肚子好疼啊！姜太傅，这事已至此啊，你还是收我为徒吧，这不然弄得大家都难堪嘛。庶子，庶子！今日我倒要看看，到底是谁难看。姜太傅，这是治疗心疾的药物，您日后万不可再动怒了。苏寒君，你竟然带着这个贱种过来办事！丢人现眼的东西！你若不带着柳芊芊走，休怪我不客气。
不是你不帮助我们家夫君，我们何苦这样四处求人？母亲，你的心好狠。姜太傅品行高洁，刚正不阿，收徒只看文采和人品。你以为你撒泼打滚就能帮到他吗？你少说那些冠冕堂皇的话！你现在一心只想帮助这个庶子，我告诉你，你迟早会后悔的。姜太傅，这是我儿千帆，还请您赏脸看看他写的文章。妙啊，甚好啊！此文不仅文采非凡，更是切入民生，以民为重，句句犀利，直击要害呀！这个徒弟我收了。这绝对不可能！他一个孽障，怎么可能比我强？我才是状元之才。上一世，顾明轩以为自己文采斐然，才得了姜太傅青睐，却不知实际上是我日日拜访，无意救下突发心急的姜太傅。姜太傅感激我救命之恩，又念我拳拳爱子之心，才愿意破格为顾明轩压力。那就麻烦姜太傅了。你这个疯妇，你自己的亲生儿子你不帮，你帮这个庶子，你魔怔了！放手！现在就让姜太傅视我为徒，让他收我为徒！来人，在。把顾明轩和柳芊芊带走。是。放开我！海军，你就等着看吧！就算没有姜无忧，我一样可以高中状元。高中状元之时，你休想以状元母亲的身份在京中耀武扬威！带走。是，你迟早会后悔的。走。若不是摄政王让我过来，今日你就让顾明轩这个不孝子伤到了。你有哪里伤着了？我没事。还请姜太傅给摄政王一个面子，收韩军的儿子为徒。这小子的文采有当年摄政王的风范，即使摄政王不来走我这后门，这个徒弟我也收。拜见老师。夫君，就是一个太傅嘛，我一个重生之人，我考不上状元吗？啊！试题，我只要找到我重生之前的试题，我就能高中状元，我就能当状元郎了，我就是状元郎了。试题呢？顾明轩就是个草包，还是要为我和腹中的孩子做打算。侯爷，妾身思念你的紧。连肚子里的孩子都开始思念父亲了。这我又何尝不惦记你呢？只是现如今，你跟那明轩住在外面，这人多眼杂的我。既然你这么在意名声，那我们以后不必再见了。但是你别怪我没有提醒你，我找大夫问过了，你肚子里的孩子可是个男孩。哎呀，你看你又急。这样，我把这金簪呀送给你了。这金簪呀价值万金，本侯今天啊就送给你。你呀也别恼本侯，这现如今我被那苏寒君裹挟，这将你赶出府，我也是身不由己呀。侯爷，这顾明轩已经被苏寒君抛弃了，那我们的孩子生出来，可万万不能是平民呀！放心，本王
哪儿了？奴家去泉街巷子里给夫君买馄饨去了。馄饨呢？啊！奴家遇到一乞儿，觉得他可怜，就给他了。知不知道，你头上戴的那个钗子是我娘的嫁妆？不是的。看我成了个弃子，就去找我爹，对不对？你个女人，竟然给我戴绿帽子！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，你误会我了，不是这样的。误会？误会你什么？我问你，是误会你新婚之夜跟我爹去滚床单了，还是误会你看我示弱去找我爹了呀？啊！不是这样的，我去找公爹是因为我想让他求母亲，让你跟顾千帆一起上课。我真的没有思想手手。你还想骗我？不要！让你骗我！让你骗我！让你骗我！我的肚子好疼。我的孩子！我告诉你，我才是永安侯府的嫡传正统，你就等着看吧。夫人，少爷在门口叫嚷，非要见你。苏寒君，给我出来！你给我出来！顾明轩，你喝得这般烂醉，夜闯侯府，还敢直呼我的名讳，真是好大的胆子！你少在那里说那些冠冕堂皇的话。我告诉你，我今天过来就是在给你一次机会，你向我道歉。道歉？你今天向我道歉，把世子之位还给我，让太傅重新为我授课，待我状元及第。你呢，还是高高在上的状元母亲。如若不然，就休怪我不念血亲。夜已深了，还是别做白日梦。我实话告诉你，我早已是重生之人，我知道考题，状元郎之位我势在必得。苏寒君，你还是抓紧风风光光的将我迎进门。还有什么要求要提吗？那个丞相侄女才情惊绝，如若能够娶她为妻，那我的仕途大有裨益。我要让你找她做我的正妻。你以前爱柳芊芊爱得不能自已，为了娶她，不惜忤逆自己生母，搬出侯府。这才短短1个月，就要停妻另娶吗？我乃状元之才，她一个青楼女子，如何配得上我呀？啊！母亲，知道你之前心里有气啊，之前的种种东西，那都是对我的考验，是吧？这1个月啊，在外面实在是苦了我了。那个芍药，快给本少爷备些好吃的。来人，将这不相干的人打出府去！永安侯府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应处的。我可是你的亲生儿子呀！不是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呢？别过来啊！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！你今日过来，就是给你个台阶下，让你当状元母亲，已经是给你个恩赐了，别不识好歹。这台阶
还是你自己留着下？还愣着干什么？将他打出府去！哎，不是，孙汉军，等我当上了状元郎之后，有你后悔的，有你后悔的！顾明轩，你真的以为知道考题就能高中状元了？夫君，吃点东西吧。滚出去！我今天晚上务必要把前世的尸体给复刻出来。不累。夫子，策论我写好了。好。夫人，恭喜呀！是何喜呢？千帆这孩子果然是状元之才呀！夫君何事如此高兴？这个就是今年科举考试的试题，有了它，今年必中状元。夫君为何如此确定？莫不是遭人蒙蔽了？你个妇人，懂什么？我定不会被骗。你现在就去集市上买上好的笔墨纸砚。夫君，家中钱帛早已用尽了，哪还有钱？不过呀，我还有一计，可以助夫君取得钱财。你一个妇人，能有什么办法？知青书斋聚集了各种高门子弟，他们有的想偷偷揣测考题，有的想寻找考替。但是今年科考最看重的就是不能徇私舞弊，这些高门子弟呀，往往都失望而归哦。你说，只要夫君能确定这上面写的就是今年科考的试题，何不将一部分卖出去呢？既能挣钱，又能卖那些高官子弟的人情，拿住他们的把柄，以后一起加官进爵，于夫君的仕途多有益呀！啊，好，芊芊，你说的太对了，就按照你说的去做。去！母亲，坊间传闻，兄长好像在售卖考题。哪有什么兄长？我只有你一个儿子。可是，闲事莫管，安心复习，剩下的事我来处理。你真的是今年的考题？何等狂悖小儿，竟然偷题，还敢售卖，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！哥哥莫生气，当下最重要的是如何处理这件事情。哥哥是今年的主考官，有了泄题之事，若陛下追究起来，哥哥定脱不了干系。妹妹的意思，此事该如何解决？如今泄题之事已成定局，不管是追究难回，都不如重新拟定考题，以确保今年春闱的顺利。妹妹所言极是，我这就命人重新拟题。我已觉得韩君妹妹所言甚是。你怎么又来我家？韩君妹妹，我也是考官之一啊，为何不能在此？那摄政王便在此地吧，我先走。等等，
摄政王还有什么事？韩君妹妹一路过来，定是没有好好吃饭。来，带点东西，路上吃。这是你从前最喜爱的，锦书楼所卖。这么多年了，手艺从未变过，就好像我对你的心意。终于让我等到这一天了，这一次我一定要一雪前耻。别紧张，近日你勤学苦读，如今定能高中。儿子定能考个功名回来，必不会负了母亲所望。苏寒君，哟，我倒要看看这是哪个草包，竟然敢来贡院丢人现眼！丢人现眼的，指不定是谁。苏寒君，放着你这个亲生儿子不好好栽培，你栽培这个庶子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你这种做法有多么愚蠢。我要让圣境所有人都看你笑话。你我已经没有瓜葛，我不是你的母亲。好，我告诉你，一定会后悔的。芊芊，回府中备宴，庆祝我成为状元郎。是。怎么样？完了，全完了！都是我姜太傅教授过的知识，太好了！你为什么会变？是不是你动了手脚？你是不是也重生了？回答我！大哥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快放开母亲！说呀！什么重生？你在说什么鬼话？你为什么会变了？前世的考题明明是治情论，为什么会变成大学之道？是不是你从中动了手脚？我既不是出题考官，也不是监考主官，又怎么会知道考题的事情？是你自己资质平庸，应对不了考题。若是落榜，也是情理之中，又与我何干？你贱妇，竟一心想残害自己亲生儿子的仕途，天底下怎么会有你这么恶毒的母亲啊！闭嘴！我堂堂一介侯府夫人，岂是你一个平民可以冲撞的？既然你不想让我好过，也不会让你好过。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在拱院门口闹事！拜见摄政王，并非是我要闹事，是他，我的母亲，他要害我，还在考前擅自改题，害我这么多年的努力付诸东流。更换考题是本王做的决定。春闱考试之前，有人举报考题泄露，经查确有此事。科举考试是全国选取人才的唯一渠道，为了保险起见，本王选用了备用考题。前世分明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子的，不是这样子的，不是这样子的。虽然更换了考题，但之前考题从未泄露。顾文轩既然知道考题的内容，那他将与考题泄露脱不了关系。元宝，你随我好好查一查。这位呀，
就是我夫君。我夫君今日科考，高中状元，你们以后呀，可得叫我状元娘子了。恭喜顾状元，贺喜顾状元。顾状元年纪轻轻就能高中状元，日后前途不可限量啊！还请顾状元多多提携我们这些街坊四邻。滚！让他们都滚！顾状元这是怎么了？难不成是刚考完试太累了？毕竟是未来的状元嘛，脾气大一点也难免的。夫君，他们都是咱们街坊邻居，你跟大家说句话吧，啊？我今天身体有点不适，先回去休息了。苏寒君他们都在这儿，你难道不想给他们的颜色瞧瞧吗？适可而止。你们都先回去吧，宴席的事情改日再说。我妻子有孕在身，身体不适，我带她回去休息。我不走，他们也不许走。夫君明明高中状元，为何让他们走？我已经昭告全城了，明日我家中呀要开设状元宴，我要大摆3天3夜的流水席。什么状元？我考试的时候就坐你旁边，我看得真的，他一个字都没写。什么啊？一个字都没有写啊？那不是根本就上不了榜？就这还敢说是状元之才？贱妇，让他们滚！看来这状元郎的名声都是假的，如今收不了场，倒拿着一个女人来撒气。难怪被赶出永安侯府，原来当真是个废物。哎，走了走了。你现在对我还有半点真情吗？还不快回去！姓叶。母亲，母亲救我！母亲救我！母亲！你这坑蒙拐骗的混子，卖给我们兄弟的都是什么东西？自然是考题啊！考题？狗屁考题！当初言之凿凿的说，今年定考过秦论，结果呢？明明考的是大学之道，你这骗子，卖给我们兄弟的都是废纸。我可是永安侯府之子，你们竟敢如此对我！你是说站在那边的永安侯夫人是你母亲？对，她是我母亲。你们要的钱都可以找她要。母亲，他可是你的亲生骨肉啊！你难道忍心看他被人打死吗？母亲，你们早就与侯府一刀两断，他是死是活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母亲，好恶心！不早了，走吧，我们也该回府。呸！狗屁永安侯的儿子，人家侯夫人看都不看你一眼，我看你就是个骗子！兄弟们，往死里打！母亲，我是你的亲生骨肉，血肉都与水啊！母亲，你怎么能对我如此狠毒啊？自尊不可，你自己受着吧。你这个不接我认出关系，岂不是自作自受？还请小兄弟进去通报一声，我与你们王侍郎的公子是旧相识，想见一下王侍郎。今非昔比了，顾公子，你为了娶妓女被永安侯府赶出了门，又在公园门口被人打得差点没了性命。如今你就是一条丧家之犬，怎配合侍郎府攀扯关系？赶快滚吧！夫君，这半月了，咱们把盛京的文臣武将都走遍了，要不算了吧？你没听到那个小子他刚说什么吗？就是因为娶了你这个妓女，才被永安侯府赶出门，要休了你。你说什么？顾明轩，我马上就要临盆了，你岂能如此对我？只有休，母亲就能原谅我。
我母亲就能原谅我。对，母亲，我求你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母亲，你先起来，一家人有什么话不能坐起说。母亲，只要你肯原谅我，我立马就可以休了柳芊芊那个荡妇，我再也不惹您生气了。不行，芊芊怀了你的骨肉，你岂能休了她？哎，安君，不如让他们夫妻二人一起回府。母亲，只要你帮我入仕为官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孝敬你，陪着你啊！你名声不好，得罪你舅舅镇北王不说，现在全天下的人皆知你与我永安府一刀两断，我帮不了。夫人，千帆少爷高中状元了。恭喜夫人，永安侯府门楣光彩呀！多谢公公。母亲，儿子幸不辱命，如今高中，皆是母亲之恩，儿子没齿难忘。傻孩子，快起来吧。我听姜太傅说，你如今跟随太子，往后必定是从龙之臣，必定登阁入相，名垂青史。你贵我一介妇人，做什么？他竟还成了太子的内人，凭什么？这一切本该都是我的。养育之恩大于亲生，有何贵不得？在我心中，你与我亲生母亲没有分别。千帆，她是我的母亲，和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千帆才是我儿子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我已经向你道过歉了，你还要怎么样？为什么要把我的东西全部都给他？妻子是你，前程也是，明明我才是你的亲生儿子呀！母亲，你何薄于我？就算母亲偏心，那也改变不了我是你的亲生儿子。我是这侯府嫡子，我才是这侯府未来的主人。你一介平民，怎敢对状元郎永安侯府世子大放厥词？你就不怕今日之事被公公传到宫里吗？宫里的人，我倒要看看宫里的人该怎么处置我这个永安侯府嫡子。千帆，混账东西！我就说我对你那么好，你都不亲我。千帆从小到大对我孝顺恭谨，早晚问安，风雨无阻。原来你根本不是我的儿子，那胎记是我儿子从一出生就有的，千帆才是我的儿子。千帆真的是我儿子，公公一定要如实上报。夫人放心，今日之事咱家亲眼所见，做不得假。回去必当禀报，坚决不让侯府政事血缘混杂。这事情太大，咱家现在立刻就去禀报。娘娘放心。我就知道，从小到大您命人照顾我，给我吃穿，不只是因为嫡母的职责，而是因为您也感觉到了，是不是？从小到大我就在想，像您这样好的人，为什么却只是顾明轩的母亲？怪不得我想保护您，想照顾您，原来我真的是您的儿子。你自然是我的儿子。母亲，你疯了吗？我才是你的儿子！来人，将这个世子拖出去，将他们一家带回老家看祖宅，找人时刻盯着，不让他们离开半步。母亲，我才是你的亲生儿子啊！母亲，我才是顾家的血脉啊！母亲，我才是你的亲生儿子啊！韩君，这胎记一事，我怎么不知道？侯爷，如今谁是侯府嫡子对你有利，你应该更清楚。连你也不要我了吗？你要把他带去哪儿？施主啊，施主啊，我母亲要将我押回乡下。谁都不能把你带去乡下。
来人，顾明轩泄露科举考题，押入天牢，听候发落。母亲救我！我不想死！母亲！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摄政王秉公执法即可。好，把嫌犯带走。不，我绝不能死！父亲，我这个做儿子的要有什么三长两短，你这个做父亲的定寝食难安，夜不能寐。这小兔崽子，你不是在威胁我？父亲来的可真早啊！顾明轩，你想干什么？父亲，您这是在气恼什么呀？我是你的儿子，我还能对你做什么呀？我只是想让你来狱中多陪陪我。你威胁我？父亲要不是利欲熏心，又怎轮得到我来威胁你呢？若不是父亲在暗中帮忙，我的尸体又怎么掩埋得如此之好？一张尸体，黄金10000两，好一个生财之道呀！若是你将事情全盘托出，你也别想出去。若是父亲能够帮我逃出这个牢狱，我又怎能让父亲遭受着牢狱之灾呢？3日之内，我若是出不去的话，那我就只能让父亲在这狱中陪我了。放心，你是我儿子，我怎么会眼睁睁的看着你去死呢？那我就在这狱中等父亲的好消息了。你这辈子是等不到了。你说什么？你让我杀了顾明轩？芊芊，你莫要着急，你放心，我呢已有万全之策。等顾明轩死后，我就将你腹中的孩子立为世子，届时我就废了那个顾千帆。侯爷，我为了你可是要杀夫呀！我做了如此大逆不道的事情，你可千万不能辜负我呀！自然。侯爷晚间从刑狱回来，就命人在后厨炖汤药了。那汤药，将那汤药换了，顾明轩就算该死，也是死在王法之下，轮不到他们滥用私刑。是。你怎么来了？夫君，奴家不放心你，过来看看。芊芊，你还怀着身孕，这里戾气太重，你快回去休息。夫君，这都是我亲手做的，你吃完，我自然就会走。好。你不会下毒吧？夫君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我害死你，对我有什么好处？何况我和孩子都在等你回去呢。两妹子，芊芊对我都是全心全意。芊芊，等我出狱之后，我一定好好照顾您。夫君，快喝吧。你个蠢货！啊！你往里面下了什么？当然是鹤顶红。芊芊，你做的不错。那侯爷准备怎么奖励我呀？当然是好好奖赏你和我们的孩子了。母亲，
你为了与芊芊争风吃醋，竟然连我绝嗣这种鬼话都编得出来，往后还不知要怎么诽谤我的芊芊。我绝对不会让你再伤害我的芊芊和她腹中孩儿。他腹中根本不是你的孩子，而你这个奸妇，果然和我父亲搞到一块儿去了。什么时候的事情？还有腹中的孩子，到底是谁的？我腹中的孩子，自然是永安侯府的孩子呀。侯爷，你说他是明轩的弟弟还是妹妹呀？你呀，调皮！你这个贱女人，我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顾明轩，你已经身中鹤顶红，没多少时日了。你呀，就在这等死吧。狗男女，既然我要死，我也要拉你们当垫背的。走。大人，大人，我要报官，我要状告永安侯，我要状告永安侯。母亲，母亲，救我！他们下毒，给我下毒！你并未中毒，我已事先命人给你换了汤。母亲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你和我说柳芊芊和顾培的奸情，我不该不信你的。母亲，原谅我吧，母亲，原谅我吧。你已不是我的儿子，我们早已恩断义绝。顾明轩昭告说，考题泄露一事，顾培和柳芊芊皆为同伙，顾培更是给他们介绍了不少达官显贵的学子。王爷，顾培和柳芊芊已被人押解过来了。你不是应该死了吗？侯爷，我害怕。怎么，看见我没有死，你们很意外吗？顾培现如今是泄露考题的嫌犯，千帆好不容易中了状元，有这样的爹，怕是会影响仕途。韩君是来救我的是吧？顾培，为了千帆的前程，我们和离吧。你说什么？就为了顾千帆那个庶子，你要跟我和离？就算母亲不是为了顾千帆，为了你和柳芊芊的奸情，与你和离也是理所当然。顾明轩，你真当这苏寒君是你母亲吗？你真当你是我永安侯府的血脉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意思？当年我不过是酒后睡了你的贴身婢女，你就气得早产，费尽千辛万苦，终于产下一子。可那孩子刚出生就死了。可你是谁？你是镇北侯的妹妹呀！我怎么敢让你知道你的孩子已经死了呢？若是镇北侯发难于我，我岂不是也死路一条吗？所以你就从外面找了一个孩子，冒充是韩君所生。没错，只有能想到我会抱一个本不属于我的孩子。我认为此局啊，天衣无缝，根本没有任何破绽。
顾培，是我识人不清，我认。但是今日不是我与你和离，是我要休了你。从今往后，你我之间分断一绝。从今往后，你我之间分断一绝。反正现如今，我已经一无所有，就算是死，拉上整个永安侯府一起颠沛，你和顾千帆也别想独善其身。侯爷，奴家还怀着您的孩子呢，这孩子不能在狱中出生吧？侯爷，你想想办法，先把我送出去啊！贱人！你要干什么？给我去死！跟着去死！贱货！给我去死！去死！去死！贱妇！去死！你给本侯住手！贱妇！贱人！放开！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啊！我的孩子，苏寒群，你现在可以了吧？你不是想休了我吗？把休书拿过来，我给你画押。休书我已经备好了，元宝。苏寒群，我告诉你，你死！以后的主母呀！苏寒群，我告诉你，你死也是我永安侯的主母呀！想一起去死吧！来人，把嫌犯拖下去，听候发落。谢绝，你没事吧？你终于不叫我摄政王了，寒君妹妹，你自由了啊！你的伤要不要紧？不知为何，我的头好晕。谢绝，这几日伤口不能碰水，才能好得快些。我在同你说话呢。哦，我听见了。阿君，你是在关心我，对不对？你的伤，韩君，你已经恢复自由身，我想娶你为妻，你可愿意？当年的事，你难道就不怪我？当年的事，我们各有难处，我岂会不明白？你我之间，无需解释太多。寡妇门前是非多，你若是娶我，定会惹人非议。你可是摄政王，我信任你，我看谁敢非议你半句。谢绝，我明白你的心意，但是我不能不在乎你的名声。韩君，你身份高贵，要什么样的女子都能找到。可我是寡妇，众目睽睽，你若是娶了我，
那些朝官该怎么笑话你？你明明知道的，我不在乎这些。可是我在乎，我已经辜负你一次了，如今我不能再拖累你，我该如何配得上摄政王妃的位分？韩君，如果没事的话，我要回去给千帆准备状元宴了，摄政王好好休息。请进。母亲，请进。多谢母亲给我许的如意郎君。摄政王，参见摄政王。摄政王这是？韩君，这几日我深思熟虑，既然你不愿意嫁我为妻，那我必追于你。科举舞弊，宫袭私通，真是不要脸！真是不要脸！我死了！那是状元宴的鞭炮声。都是因为你们这对狗男女，现在当上状元的就是我。我听说他们是被圣上下旨游街3日，然后押往岭南，欲射不射，终身不得归，这是报应。这3人不仁不义，不忠不孝，不悌之人，早就该是这样的结果。都是报应啊！摄政王府所有家当悉数在此，只要你愿意，我愿带着这些家当入赘于你。当着小辈的面，你在瞎说什么呢？我没有。我所说的字字句句发自肺腑，我是真的想要跟你共度一生。母亲，摄政王可是盛京无数女子的意中人，就连我的闺阁朋友中也有不少想要嫁给摄政王的呢。柔泽，最重要的是母亲是否喜欢，只要母亲喜欢，无论是谁，我们都愿意敬他为父亲。那母亲喜欢吗？你们呀。韩君，你给我个机会吧，我定会好好待你。你怎如此笃定？我无话可说。我愿意。韩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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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错了，你原谅我，原谅我，好吧？韩君，韩君，我就知道你心里有我。我们夫妻10余载，你心里还有我是吧？夫君，今日是千帆的状元宴，我们一起将我们2人的喜事公诸于众吧。好，娘子，你说什么，我都答应你。娘子在看什么呢？大哥的侍卫从岭南来信，说顾培和顾明轩金尊玉贵，受不了岭南的艰苦，双双过世。至于柳芊芊，半疯半傻，大夫说也没多少时日。那娘子会将他们的尸首运回来吗？不必了。多大了还没个正形，被千帆和柔子看到了怎么办？我本以为你的心里还有他，如今总算是心安了。我若是还有他，又怎么会让你入赘呢？娘子说的是，天色已经不早了。